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了风吹半夏，才明白赵丽颖为什么和冯绍峰离婚。我不希望大家看到的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，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，依附男人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拥有更丰富的思想，积极的去追求自己的信仰。男人如果有英雄梦，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？2017年，赵丽颖在星空演讲上如是说道：既是在为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鸣不平，也是在为现实中的女性，包括她自己叫屈。也许是命运使然，也许是人定胜天。5年之后，她的这种期许化为了现实，拥有英雄梦的许半夏横空出世了。靠倒腾废钢起家的许半夏，凭借过人的胆识、魄力与雄心，硬是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里闯出了一片天地。没有攀附男人，全靠自己努力。可以说，许半夏正是赵丽颖希望看到的女性角色，真正意义的独立女性。而赵丽颖作为许半夏的扮演者，也收获了无数好评。人们抛下对她的偏见，纷纷称呼她为85花转型成功第一人。许半夏与赵丽颖的互相成就，实在让人动容。如果换了角色，或者换了演员，赵丽颖和风吹半夏都不会有如今的成绩。风吹半夏的导演傅东玉就曾表示，在他看来，赵丽颖是出演许半夏的第一人选。她是非常鲜活的，小小的身躯里有着大大的能量，这一点非常许半夏。一聊就碰上了。事实上，除了这一点，赵丽颖和许半夏在性格和人生经历上也是极为相似的。正因为存在这种相似性和共通性，赵丽颖才得以更好地把握这个角色，也更早地走出她的玛丽苏和古偶围城，开拓出新的疆域。01都是出身草根的事业型女人。风吹半夏里，开废品回收站的许半夏在靠倒卖废钢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后，便一头扎进了钢铁行业中，一路升级打怪，最终开辟了独立的国际废钢进口业务。不难看出，从头到尾，事业一直是许半夏的主线，爱情则退居二线，成了事业的副产品。赵丽颖亦是如此。87年出生的赵丽颖，与许半夏一样，拿到的底牌都不算得好。她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日常是种地、割麦子、摘棉花。时间久了，她甚至以为自己也是一株被种在地里的植物。中学毕业后，她去学了空乘，想要脱离土地，过一种看上去更为光鲜的生活。然而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她只能放弃这个飞翔的计划，转而干起了销售。2006年，雅虎、浙江卫视、华谊兄弟传媒三方联合举办了雅虎搜星选秀活动。赵丽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她一飞冲天的好机会，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事实证明，她赌对了。作为冯小刚组的冠军，她拿到了演艺界大门的入场券。从此，她开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飞翔。没资源、没背景的赵丽颖，在做演员的前7年，飞得磕磕绊绊。丫鬟、女儿、孙女、妹妹4大镶边角色任君挑选。赵丽颖没得选，只能一边琢磨角色，积蓄力量，一边等待时机。终于在2013年，她等到了《陆贞传奇》。也许因为知道这成功来之不易，走红之后，赵丽颖并没有固步自封，反而大胆尝试反派角色。《宫锁沉香》中，她将笑里藏刀的琉璃演得入木3分，将女主周冬雨衬托得无比苍白。之后的几年，赵丽颖更是一直在不同的赛道中来回横跳，稳稳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。2014年，霸总玛丽苏大热时，她给出的选项是姗姗来了。2015年，仙侠古偶爆火时，她趁势推出了花千骨。
2017年至2018年，大女主正吃香时，她交出了《楚乔传》和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。最近2年，眼见流量式微，她又果断选择选型，接下了《理想照耀中国》《中国刑警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等多部正剧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观众基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赵丽颖从小花跃升为顶流，飞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远。当然，想要飞得高远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赵丽颖的代价是，她1年要在剧组里待300天以上，休息的时间寥寥无几。不过她并不觉得累和苦，因为她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在为实现她的英雄主义而努力。虽然我只是一名演员，但是我希望我能通过演员的努力，用角色表达一些新的观点，为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，让大家对于偶像剧演员不再抱有偏见，这就是我小小的英雄主义。赵丽颖曾如是说道。而如今的她确实实现了她的这个英雄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许半夏一样，赵丽颖的爱情也是在追梦之旅中邂逅的。02对待感情都杀伐果断，不拖泥带水。风吹半夏里，许半夏与赵磊是同行，两人一边斗智斗勇，一边暗生情愫。分手后，赵磊想离开，他也一点不阻拦。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不哭天抢的，非常大女人。因为在他看来，事业才是自己的根本。这与赵丽颖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早在与冯绍峰结婚之前，赵丽颖就明确表示，如果男方劈腿，那她绝对会选择分手。非常清醒，非常洒脱。众所周知，赵丽颖与冯绍峰是2018年因拍摄《西游记女儿国》而走到一起的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在多部剧中有过合作，只不过那时冯绍峰太耀眼，是永远的一番，赵丽颖却只是龙套。2008年《锁清秋》中，冯绍峰与安以轩搭档，赵丽颖演小丫鬟。2009年《夫妻一场》中，冯绍峰和霍思燕演情侣，赵丽颖的名字甚至没在演员表中出现。2010年《佳期如梦》中，冯绍峰身边的女人换成了陈乔恩，赵丽颖则只是陈乔恩同事的女儿。2012年《宫锁珠帘》中，杨幂成了冯绍峰的新女友，赵丽颖的角色才刚刚有了名字。可想而知，当赵丽颖多年之后有机会与冯绍峰一同主演《西游记女儿国》时，心里有多么唏嘘。曾经的冯绍峰是赵丽颖只能抬头仰望的存在，如今他却可以与她并肩而立，美好的像一场梦。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滤镜的加持，赵丽颖才很快就与冯绍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那时的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，她和冯绍峰根本是2个世界的人。生于富贵人家的冯绍峰，从小衣食无忧，爱好文艺，也因此养就了他温和单纯的性格。他在演艺事业上也没什么野心，拍戏之余，他也赛车、听音乐。他不愿被明星这个身份约束、被捆绑，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与强势、有主见的赵丽颖就像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截然不同。这样大的差异，在恋爱刚开始时，会觉得非常新鲜。冯绍峰乐意将一切的话语权都交给赵丽颖，赵丽颖也愿意当主宰，安慰和照顾冯绍峰。但时间一久，当激情褪去时，迥然的性格差异必然引发矛盾。冯绍峰曾在一档节目中表示，我有时候还问他，你到底是真想跟我结婚呢？真的喜欢我呢？还是为了要谈恋爱，为了要结婚才跟我在一起？很明显，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，开始对这段感情患得患失。赵丽颖想必也对必须时刻把控全局、充当领导者感到厌倦和疲惫了，因此她果断地结束了这段不到3年的婚姻，选择独自美丽。必须一提的是，在完成结婚、生子、离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的同时，
赵丽颖也始终没有忘记搞事业，她上综艺、拍古偶、上春晚，依旧忙得风生水起。很明显，婚姻或者男人，在她眼里都只是锦上添花的事。正因为价值排序低，所以她才能割舍得那么干净利落。这一点跟许半夏如出一辙。赵丽颖与许半夏虽然出生于不同的时代，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却是遥相呼应的。对待事业，他们敢冲敢闯，一往无前，没风时积蓄力量，风来了便奋起直追。对待爱情，他们清醒自觉，该沉浸时全情投入，该离开时洒脱抽身，永远独立，永远把握主动权。这样的他们，即使想输，也很难。